帕克最近2個月放出來的內容正在被某只看不見的手按下了快進鍵。那些他從去年起就掛在影片裡，原本被分散在2026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才会出現的預言，竟然一條接一條提前發生了。3月，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毫無預警地殒命。緊接着，伊朗核設施在外科手術室的精準打擊中接連起火。再然後，就是復活節周末那場差一點點就把全人類拉進深淵的核戰邊緣劇本，竟然在48小時內被神秘地按下急停鍵。每一步都精準命中帕克從去年11月起就在嘴邊念叨的那條時間線。可問題是，這些事情他原本說的是分階段慢慢來，最快也要拖到年中以後才會出現的劇情，現在卻通通擠進了短短不到3個月的窗口裡爆完。更讓人後背發涼的是，當你把帕克這份被神秘加速的時間表跟另外幾位被全球追蹤多年的頂級通灵師的時間表並排擺在一起對照時，你會發現一個讓人說不出話的事實：他們的水晶球，他們的塔羅，他們的納迪葉，他們所謂的女神顯靈，他们的占星圖，他们的前世意識湧現，竟然在這一刻全部把指針撥向了同一個月份，同一場大事，那就是即將到來的7月。有人說那是和平真正降臨的時刻，有人說那是天空被點亮的瞬間，有人說那是人類第一次集體看見不該看見的東西的那一夜，有人乾脆直接告訴你，那是一場屬於全人類的慶典，是一場屬於舊世界的最後嘆息，也是一場屬於新時代的開幕式。今天我們就把這條被5位頂級通靈師同時看見，卻被主流媒體刻意低調處理的紅線，從頭到尾給你拉一遍，看看那條叫做7月的線到底通向哪裡。我們先從帕克本人的時間表講起。去年11月底，他發布過一支聚集了將近30條重磅預言的長片，當時很多觀眾只把它當成又一輪聳動腳本，沒太放心上。可短短半年過去，當我們把那支影片重新調出來逐條核對時，命中率高到讓人開始坐不住。帕克在去年11月就明明白白地說過，伊朗會在2026年迎來一場驚天巨變，不是慢慢爛，而是一夜倒。他甚至補了一句很關鍵的細節，那位被外界視為政教合一最高象徵的最高領袖將離開人世，而年輕一代會湧上街頭，召喚一個流亡多年的舊王朝王子歸來。當時很多人聽起來像是中東版的小說劇情，可3月那波震撼世界的精準打擊過後，當哈梅內伊的死訊從德黑蘭傳出，當伊朗的女學生們扯下頭巾，在街頭一邊痛哭一邊喊出讓巴勒維回來吧的口號，全世界突然反應過來，帕克在去年11月講的那段話幾乎就是一份提前半年寫好的新聞稿。他關於伊朗核設施被打擊那一段更是精準到讓人毛骨悚然。他說會看到非常精準的攻擊，不只針對領導層，也會針對剩下來的核設施，因為那些東西不能被原封不動留下。他還說這場攻擊會迅速升級，然後驟然停止，是一次猛撞之後的急速撤離，地面不會出現大規模部隊，主要靠空中行動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打擊。把這段話跟3月實際發生的劇本一條一條對照，你會驚覺他的描述精準到簡直像是有人讓他提前看了五角大樓的會議紀要，連那個迅速升級又突然停止的節奏都跟復活節前後那場突如其來的全球停火形成了完美閉環。可如果你以為帕克只是運氣好猜中了1-2條軍事走向，那你就低估了他這套方法論的可怕之處。帕克所有預言裡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他說的事情往往以一種詭異的提前姿態到來，他口中的時間表，現實往往跑得比他寫下的還要更快。他原本在2015年那本叫做《來自宇宙的訊息》的書裡就已經寫過2026年8月日本上空會出現一場災難級的氣體雲事件，背景是某種大型工業意外或火山活動引發的有毒氣體大規模擴散，影響範圍可能從關東一路向南覆蓋到九州。當時他寫的是8月，可從今年3月開始，日本氣象廳和地質調查所就連續對富士山、櫻島、阿蘇、石勝岳等多個火山的異常活動發出警告。鹿兒島南方的邹訪之瀨島年初甚至出現了20年來最劇烈的一輪噴發，東京附近的伊豆群島海底火山也被觀測到出現異常隆起。如果這條時間表真的也跟着被提前，那意味着日本人接下來可能要面對的
並不是仍然可以從容準備的下半年灾變，而是已經在門口等着的夏季危機。帕克談到2026年中段時，反復出現過一個神秘的詞，叫做清算之年。他說這一年世界並不會像很多人想的那樣慢慢冷卻下來，而是會在7月前後迎來一個密集發生的事件群。第一條是日本的氣體雲，他形容那是一場讓全世界都被迫戴上口罩、空气净化器全球缺貨的事件，影響不亞於福島當年的衝擊。第二條是一場規模驚人的網絡風暴，他預言會有一次足以撼動加密貨幣市場和人工智慧產業的網絡攻擊，攻擊源頭甚至可能不在地球上。這句話他自己後來也補充過，他說攻擊的特徵很奇怪，看起來不像任何一個現有国家层級駭客集团的手法。比特幣、以太坊、主流穩定幣會在那個夏天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恐慌。第三條是北約的鬆動，他說這個冷戰結束以後一直被視為西方安全基石的軍事聯盟將在今年中段出現實質性的裂痕，部分歐洲國家會開始公開質疑美國的領導，甚至轉向尋求自主的歐洲防務體系，整個跨大西洋秩序會在一個夏天內被改寫。第四條也是最讓人費解的一條，他用了一個格外含糊但又格外刺眼的詞，叫做來自天空的證據。帕克在最近一次直播裡說，他持續看到一個畫面，那是某個歐洲國家政府公開承認他們手上掌握了一份非常具體、非常物理性的證物，可以證明地球之外存在另一種文明。他特別強調，這份物證並不是模糊的雷達波，也不是無法辨認的目擊報告，而是某種可以被觸摸、可以被檢測、可以被打開來看的實體東西，疑似是一台機體，或者一塊金屬殘骸。他說這件事會在2026年發生，但隨後他補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當這件事被宣布的同時，請務必小心，因為它很可能是一塊巨大的煙霧彈，用來掩蓋他們不想讓你注意到的另一件事。這句話一出來，全球的不明飛行物社群幾乎就炸了鍋。這是帕克第一次明確地把外星人證據曝光，跟一個更大的被刻意藏在後面的議程連在一起講。他甚至補了一句後來被許多解讀者反復引用的話，他說我看見的那塊金屬不是被人類找到的，是被他自己擺到我們面前的。而當帕克在歐洲那一頭講出這條 UFO 物證預言的同時，太平洋對岸還有另外一位完全獨立的人物，正在反復對着鏡頭講述着一個比帕克更加離奇的劇本。這個人叫做克里斯·布萊索，是來自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叫菲耶特維爾小鎮上的普通建築承包商。2007年1月初的某個傍晚，他帶着3個兒子在家附近的開普菲爾河邊釣魚。據他自己後來反復描述，他親眼看到一個直徑數百公尺的橘紅色火球從河面對岸的森林上空緩緩升起。他形容那像是有人把一個小太陽從地底下抬出來掛在天上。他當場昏厥，醒過來時發現自己離原地有好幾百公尺遠，身上散發着一種他從未聞過的金屬味。他長期纏身的克隆氏症竟然在那次遭遇之後完全消失。從那以後，他開始持續看到一個他稱之為女士的發光女性身影。這個身影在他描述裡身穿白袍，頭部周圍有金黃色的光暈，左手提着一串玫瑰，神態與梵蒂岡幾百年來描繪的聖母像驚人相似。這位女士並不每次都對他說話，但每次出現都會留下一段他需要在事後反復消化的訊息。聽起來像是一個典型的鄉野怪談，可離奇就離奇在這個故事的相信者名單。前美國中情局高級情報官吉姆·塞米萬本人是專門調查靈異與不明現象的內部專家，對布萊索的故事進行了長達12年的閉門調查，最後不僅相信了他的說法，還親自為他那本書寫了序。五角大樓不明異常現象研究小組的相關官員多次飛到北卡羅來納與他進行閉門訪談，連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內部據說都有一個小規模的工作組長期跟蹤他所謂的接觸經驗。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連梵蒂岡都派人飛到他家中，與他和他描述的那位女士進行所謂的對位驗證。布萊索手裡有一份從2012年起就遞交給五角大樓的書面報告，這份報告裡寫着一段在今天讀來讓人雞皮疙瘩的話：當你看到伊朗和以色列開始互相發射飛彈的那一天，數以千計的光球將從海洋裡升起，它們會在中東的天空，在地中海，在波斯灣，
甚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面上同时出現。他们的目的不是攻擊我们，而是叫醒我们，是要在人类自我毀滅之前强行按下暫停鍵。這段話他從2012年起就在反覆對外講述，登上過丹尼·瓊斯的播客，登上過美國新聞網 News Nation， 更被寫進了他2023年那本暢銷書《上帝的 UFO》裡。可在當年，幾乎沒有人把它當回事，因為當時伊朗和以色列還沒有走到那一步。那位女士後來補充過一個更具體的天象訊號，她告訴布萊索，當你看到一顆赤紅的星辰停在斯芬克斯之眼上方的清晨，事件就會啟動。布萊索當時根本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是後來幫他解讀的。占星學家告訴他，獅子座主星軒轅14在埃及吉薩高原斯芬克斯凝視方向的特殊合相會在2026年發生，直到2026年的復活節前後，一切開始變得詭異起來。今年3月底到4月初，美伊衝突急速升級到了一個被許多軍事分析人士形容為核戰邊緣的臨界點，雙方來回發射飛彈，中東上空被火光劃滿。川普政府在公開場合連續釋放出讓人後背發涼的警告，外界普遍認為一旦戰術核武器真的被丟出去，第3次世界大戰就將在48小時內鎖死。可詭異的是，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最壞劇本上演的那個復活節周日清晨，全球無數天文愛好者突然在東方地平線上看到一顆異常醒目的紅色星體，那是火星，正好以最接近獅子座主星軒轅14的位置低低升起，遠遠望去就像獅身人面像的雙眼正盯着一顆赤紅色的星辰。布萊索那段被他自己重複了10多年的所謂赤星臨於斯芬克斯之眼的預言，在這個清晨幾乎完成了視覺上的完美對位。然後就在那個復活節之後不到48小時，原本看似無法逆轉的衝突戛然而止，停火協議從天而降，美方主動退讓，伊朗也罕見地按下剎車，整個中東就像被誰用一隻看不見的手拉回了懸崖邊。沒有大規模光球升起，至少在公開報道裡沒有，但在那之後的幾週內，從波斯灣到地中海，從加州外海到日本沿海，民眾上傳到網絡上的不明光球視頻數量出現了一個極為反常的暴漲，多個國家的軍方、海軍、海岸警衛隊都記錄到了難以解釋的水下發光現象。最讓人覺得詭異的是布萊索在事件之後第一次接受採訪時說的那句話，他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個具體的日曆日期，他只給過我天象，當天象到位的時候，事件就會以它該有的方式發生，無論你看不看見它。也就是說，復活節那場差一點就毀掉中東的危機，可能只是一場演習，真正的高潮被以一種我們還看不懂的方式往後推了。布萊索本人在4月底的訪談裡明說過，他原本以為復活節就是終點，但他現在改了口徑，他說那只是一個校準點，是宇宙在告訴他和我們，主菜還沒上來。多位幫他解讀天象的天文學家也在最近放出統一口徑，說火星與軒轅14在斯芬克斯視線上的真正合相時間點並不在4月，而會在今年下半年的另一個窗口完成。順便提一句，這個被天文學家校正過的合相窗口跟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另一位通靈師給出的時間表幾乎完美重合。布萊索本人補充了一句很關鍵的話，他說復活節那天沒有大規模光球升起，並不代表他說錯了，而是代表人類在最後一刻自己選擇了退一步。他從來沒有說過光球是必然會升起的，他說的是當你們衝到那一步的時候，光球就會升起。這就要把鏡頭從美國拉到澳洲，在澳洲一個叫做傑西卡·亞當斯的占星家手裡握着另一張時間表。他跟帕克一樣，過去10年命中過好幾個讓主流媒體尷尬到沉默的大事。他接受英國太陽報採訪時給出了一條極為精確的時間鏈條。他說從2026年年初開始，世界地圖將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重新繪制。他特別點名烏克蘭和他的鄰國，以及加沙與整個中東地區，說這些地方的邊界線會以一種充滿衝撞感的方式重新落定。他甚至給出了3段式的時間節點。第一段是2026年1月，混亂中的偽和平期結束。第二段是2026年2月14日前後，重型戰爭的真正壓力在那一天開始消散。第三段也是最關鍵的那一段，它落在了2026年的7月26日。他的原話是：
到那個時候，我們會感覺終於得到了真正的閉合，這件事過去了。他甚至用了一個非常少見的詞，叫做三段式簽收。他說，從烏克蘭到加沙，從以色列到巴勒斯坦，整個現代世界從2022年起累積至今的那團巨大壓力，會在7月底以一種儀式般的方式被收尾。他說，那一天會讓全世界的人都在不約而同的時間點打開電視，打開手機，走上街頭，因為某件他們等了很多年的事情終於擺在了所有人面前。他形容那会是一場屬於全人類的慶典，也會是一場屬於舊秩序的最後嘆息。他沒有過多使用慶典這個詞，但他對那一刻氛圍的描述，讓很多解讀他的人覺得，這跟帕克所說的清算之年的高峰，跟布萊索所說的覺醒時刻，跟海外很多研究人員口中那場被刻意延後了30年的所謂大規模披露，極有可能在底層上是同一件事。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另外一位叫做朱蒂·黑文里的洛杉磯通灵師。朱蒂是好萊塢圈內知名的私人占卜師，客戶名單裡有皇室成員、前任美國總統、奧斯卡級別的影星，以及多位國家元首。他本人因為當年作為靈媒被請去協助辛普森案調查而出名，圈內人對他的尊重程度遠超過那些只在電視上露臉的綜藝級算命師。他在去年底發布的2026年全球預言裡給出了3條極具穿透力的描述。第一條，2026年將是一個轉折之年，將會出現重大的政府更替與社會動盪，但同時也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覺醒浪潮，全球都會開始討論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第二條，他明確寫下，一艘神秘的外星飛船將會在2026年與地球建立某種形式的接觸。第三條，他說在海洋的某些區域將會出現一連串以綠色光點為特徵的水下異常現象，這些現象未來會成為某種國家安全層面的議題。也就是說，這件事不会只是科幻迷們在論壇上嗨一晚就過去的奇聞，它會被寫進國防報告。請特別注意朱蒂這條預言的細節，綠色光點、水下，威脅國家安全。這不就是布萊索手裡那條已經講了14年的光球預言的另一個翻譯版本嗎？兩個彼此完全不認識，活在地球兩端，文化背景天差地遠的通靈師，一個在美国東岸講不明飛行物從海面升起，一個在美國西岸講水下綠光威脅安全。他們講的明顯是同一件即將到來的事，而且更恐怖的是，他們的時間表都壓在了同一個年份的同一個夏天。第4位讓我們不能忽視的人物是英國倫敦的尼古拉斯·奧朱拉，他不到40歲，被很多英媒稱為新世代靈媒，因為他不靠塔羅，不靠占星，純粹靠一種他自己稱之為前世意識湧現的方法。他說自己17歲時進入過一次極深的恍惚狀態，從那時起他就能看到自己過去多次轉世的場景，包括一名古埃及的女王，一名喜馬拉雅山中的修女，一名中國清末的繡娘，甚至還有一头非洲草原上的雄狮。當年他預測過新冠的爆發，今年初他發布的2026年願景片裡提到了好幾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畫面。第一個是一場與动脈瘤症狀極為相似，但本質上不是動脈瘤的神秘疾病，會在2026年中段成為新聞頭條。第二個是一波由年輕人主導的全球性街頭運動，從歐洲蔓延到亞洲。第三個也是他說的最堅定，被他自己反覆強調的那一條，外星人和不明飛行物的真正接觸性事件，將在2026年正式被官方層級公開承認。他用的詞是接觸性事件，而不是模糊的目擊事件，這是個極為關鍵的差別。目擊事件代表的是有人看見了，接觸性事件代表的是有人摸到了，有人對話了，有人簽協議了。而第5位讓我們不能不提的，就是同樣被全球華人粉絲熟悉的印度通靈師安南德。安南德對於2026年的判斷，跟前面這4位放在一起讀，更是讓人脊背一陣涼意。他在去年底放出的2026年5大灰犀牛預言裡，明確寫下了5條他認為會徹底改寫世界格局的高幾率事件。第1條，全球性的金融秩序紊亂。他說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股災，而是一種他從未在過去任何年份看到過的同步性紊亂，會在7月前後達到頂峰。第2條，中東地區會出現一個被他稱為意外簽收的轉折點。
他用的詞是雙方終於在精疲力盡中接受對方的存在，這跟亞當斯所說的7月26日全球閉合幾乎是同一個句子的不同翻譯。第3條，亞太地區會出現一波科技與軍事層面的雙重衝撞，台海與南海會同時亮紅燈，但他罕見地補了一句，這場危機會在某個讓所有人措手不及的事件出現之後被強制性的按下暫停。這個強制性按下暫停跟布萊索口中那場光球叫醒人類的故事幾乎指向同一個機制。第4條，安南德說會出現一場橫跨全球的科技倫理震盪，跟人工智慧失控有關。主流大國會在2026年下半年被迫坐下來簽訂一份類似於核武不擴散條約的人工智慧框架協議。第5條也是他特別強調的一條，他說2026年會出現一個讓所有宗教都不得不重新解釋自己的事件。請注意這個措辭，讓所有宗教都不得不重新解釋自己。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樣的事件能讓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猶太教、神道教所有民間信仰全部在同一時刻被迫坐下来重新检视自己的核心教義？答案幾乎只有一個，那就是當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被以無可辯駁的方式擺到所有人面前的那一刻。我們再加上一條讓很多老粉絲熟悉的線索，88萬家的後人在去年公開的那批被視為從未对外披露過的預言筆記裡，2026年那一頁寫着一行字，叫做天空的兄弟姊妹終於走到了門口。當時這句話被解讀成詩意的比喻，可放在今天這個被5位通靈師同時把指針撥向7月的當下，這行字突然變得異常清晰。再往遠處看，諾斯特拉達姆斯傳世詩集第4集第67首一直被研究者認為是與2026年相關的隱晦預言。那首詩裡寫着火與水會同時開口，天空中將降下不屬於我們的字母。火與水同時開口，水裡有光球升起，天上有金屬墜落。幾百年前的那位法國藥劑師的描述跟今天5位通靈師講的故事居然在底層上对齊的異常工整。6位、7位、8位來自完全不同國家、不同流派、不同方法論、不同時代的頂級預言者，全部把指針指向了2026年的中段，而且全部把這個中段事件描述為一場會徹底改變人類自我認知的大事。帕克說那是來自天空的證據，是某種來自外星的物證將被歐洲國家公開。布萊索說那是光球從海中升起，是女士所說的覺醒時刻。亞當斯說那是7月底的全球閉合，是世界地圖以一種儀式感的方式被重新折疊。朱棣說那是一艘神秘飛船與地球建立接觸，並伴隨海中綠光。奧朱拉說那是官方層級的接觸性事件被正式承認。安南德說那是一場讓所有宗教都不得不重新解釋自己的事件。萬加說那是天空的兄弟姊妹終於走到了门口。諾斯特拉達姆斯說那是火與水同時開口，天空中降下不屬於我們的字母。8個版本擺在一起讀，你會發現他們在拼一塊同樣的拼圖。這塊拼圖的中心是一件從上世紀末就被全球 UFO 研究界反覆預言的事，學界給它起了一個非常有畫面感的名字，叫做災難性披露。這個詞據說最早是布萊索某次與政府研究小組會面後被一位高級官員不經意說出来的，意思是當局非常清楚我們不是這片宇宙裡唯一的存在，但他們也非常清楚這件事一旦以正面毫無防備的方式公開出來，全球的金融市场、宗教体系、政府公信力、能源產業、軍事體系會在48小時之內進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同步崩潰。所以幾十年來他們選擇的策略是擠牙膏式披露。今天放出一段戰機追逐光球的影片，明天讓某位前情報官在國會作證，後天再讓某位太空人在訪談裡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我相信我們不孤單。每一步都不夠近，但每一步都在悄悄拉高公眾的心理基線。而帕克、布萊索、亞當斯、朱棣、奧朱拉、安南德這6個人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段上集體告訴你，那塊牙膏不會再被慢慢擠下去了，它在2026年的這個夏天就要被一次擠完。你想想看，今年3月哈梅內伊的死，伊朗核設施被精準打擊，美伊衝突走到核戰邊緣後突然急停，這些事情按照帕克最初給出的時間表，本來該散布在從年初到年末的不同月份，
可他們竟然在短短3個月內被擠成了一塊。預言並沒有出錯，是節奏被誰強行推快了。如果這個快進是真實的，那麼原本帕克說在年底才會浮現的 UFO 物證，原本布萊索說在10月才會在斯芬克斯之眼上方再次校準的那場赤星天象，原本朱棣說會在2026年某時刻發生的飛船接觸，原本奧朱拉說會被官方正式承認的接觸性事件，原本安南德說會在下半年發生的宗教重構事件，會不會也跟着被一同擠到7月？而亞當斯精確點到的7月26日，會不會就是那個被多位通靈師同時看見的0點時刻？7月26日這個日期本身在天文學上也並不普通。從6月底開始，火星將在巨蟹座與獅子座的交界處持續閃耀，到了7月下旬，火星與木星將形成一個近2年來最緊密的角度，整個北半球的人都可以在凌晨4點前後抬頭看到這一幕。占星界把這種行星合相稱作戰神與眾神之父的會面，傳統上被視為制度級巨變的天象。同一個窗口內，金星還會在西方夜空中以接近最大亮度的姿態閃爍，木星與土星形成一個寬鬆的相位，而月亮會在7月24日達到滿月，並在7月26日當晚行至天蠍座深處。這在西方占星傳統裡是一個極具揭示意味的位置。而中國的紫微斗數派則注意到，7月底正是丙午年的天門開啟期，是傳說中天地最薄、消息最容易穿越的那扇窗。很多東方修煉派的通靈師也在最近反復強調，2026年的夏天會出現一波讓人措手不及的天錘異象。他們不約而同把這场異象稱為大門打開。請注意，大門打開這個詞，跟布萊索口中的覺醒時刻，跟帕克口中的來自天空的證據，跟朱棣口中的飛船接觸，跟奧朱拉口中的接觸性事件，跟萬家口中的兄弟姊妹走到門口，又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說法。我們再回頭看帕克最近2個月那種明顯加速的播報節奏，他從2026年年初開始，每個月都會推出一支被他自己稱為咖啡時間的直播，內容上越來越擠，越來越緊湊，幾乎每一支裡面都會出現一個讓你頭皮發麻的補充說明。3月那期，他第一次明說，他原本看到的2026年年底事件正在以他不太理解的方式被往前推。4月那期，他語氣明顯變沉，他說我看見的並不是世界末日，但我看見的是一條被誰按下快進鍵的劇本。我希望大家能在這個夏天保持警覺。5月這期，他乾脆直接說了一句被許多老觀眾覺得他從沒說過的這麼直白的話：今年夏天，請相信你的眼睛。我重複一次，請相信你的眼睛。這句話在他多年來的所有預言裡，幾乎是僅見的一次明示。他過去總是用婉轉、模糊，需要你自己去解讀的方式去包裝他的視覺，他幾乎從不直接告訴你看就对了。可這一次，他用了一句很乾脆、很狠的句子，請相信你的眼睛。配合上布萊索那句他從來沒給過我具體日期，他只給過我天象，配合上亞當斯那句到那個時候我們會感覺終於得到了真正的閉合，配合上朱棣那句一艘飛船將與地球建立接觸，配合上奧朱拉那句外星人和不明飛行物的真正接觸性事件將在2026年正式被承認，配合上安南德那句一場讓所有宗教都不得不重新解釋自己的事件，這6個本來互不認識、互不交流、各自獨立工作的人，在2026年的這個夏天前夜敲響了一面共同的鐘。當然，我們今天說的這些，沒有一條是寫進主流媒體新聞稿的硬實錘。布萊索可能只是一個被自己意象困住一輩子的鄉村漢子，亞當斯可能只是一個會包裝故事的占星師，朱棣可能只是一個善於閱讀客戶心理的好萊塢算命人，奧朱拉可能只是一個運氣好、講話好聽的英國新時代神秘學從業者，安南德可能只是一個善於在模糊框架裡留出退路的印度老牌占卜師。可問題是，當帕克所說的伊朗核設施被精準打擊，最高領袖殒命，衝突急升又急停這3條已經被現實逐條驗證之後，我們再看他和其他幾位完全獨立的通靈師同時把指針撥向7月，把同一场事件拆成多個不同的視角講給世界聽，這件事本身的概率已經低到讓任何理性派都不太想計算下去。帕克自己在最近一次直播裡也罕見地強調了一段話，他說預言從來不是不可改變的鐵律，
這也是他堅信的納迪葉星象學的核心精神。納迪葉的傳統說，未來是一條河，它有主道，但它的水位、速度、流向都会被人類整体的選擇所影響。所以哪怕看到一场再可怕的洪水，也不必認輸，因為當足夠多的人開始想着它別來，它的能量就會被分散，它的衝擊會被緩和，甚至它的時間點會被推遲。這也是為什麼帕克近半年的影片裡反覆說同一句話。他說，我把這些東西講出來，並不是要嚇你們，而是希望你們把這些畫面當成一面鏡子，當成一個可以共同抵禦的目標，把你們的善意、祈禱、想象力全部送向那些可能即将失控的地方。這段話聽起來像玄學，但量子物理近30年的實驗已經反覆告訴你，觀察者的意識本身會干擾被觀察的系統。這不是江湖話術，這是寫進物理教科書的常識。所以回到我們今天最關鍵的問題，如果帕克和其他幾位頂級通靈師真的同時看到了7月那场大事，如果布萊索口中的覺醒時刻真的會在這個夏天的某一刻被全人類同步看見，那我們在這短短2個月裡到底該做什麼？我的看法是，這跟末日電影裡那種抱頭逃命、囤積物資、躲到山裡的劇本完全是兩回事。所有頂級通靈師講到的這場大事，本質上不是一場天災，不是一場戰爭，不是一場核爆，它是一場有目的的揭示。它要揭示的是我們從來不孤單，是這顆藍色星球從來都不是我們以為的那個樣子，是過去幾千年人類所有的神話、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外星傳說、所有的史前文明遺跡，可能都指向同一個一直存在卻被刻意藏在櫃子裡的事實。而當這個事實被擺在所有人面前的那一刻，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會崩潰，一部分人會狂喜，一部分人會憤怒，一部分人會跪下來祈禱，還有一部分人會趴在地上嘔吐，因為他們發現過去半輩子的世界觀在那一秒徹底破產。這就是為什麼歷代政府都不敢輕易把這件事直接攤牌的根本原因。但帕克講過一段我覺得最有意思的話，他說那一天的景象會讓所有原本互相敵對的人在10秒之內忘記他們吵了什麼。他說那一天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一場集體沉默，但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慶典。因為就在那一刻，幾十億人類第一次意識到，他們站在的不是一個孤立的、需要被瓜分的小球，而是一個被無數雙眼睛看護着的家。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一刻國旗會褪色，戰線會崩塌，黨派會閉嘴，就連最頑固的教派之爭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像2隻螞蟻在比較誰的觸角更長。這就是亞當斯口中的閉合，這就是布萊索口中的覺醒，這就是帕克口中的證據，這就是朱蒂口中的接觸，這就是奧朱拉口中的承認，這就是安南德口中的重新解釋，這就是萬家口中的門口。7個詞，一場事。如果你問我會在這個夏天做什麼樣的具體準備，我會給你3個非常實際的建議。第一，從現在開始，每天花10分鐘關注幾個被很多研究者長期盯着的訊號源。第一個訊號源是地中海與波斯灣海域的水下異常報告。第二個訊號源是歐洲幾個小國的議會日程，特別是法國、意大利、葡萄牙這幾個近期在 UFO 議題上出現微妙鬆動的國家。第三個訊號源是美國國會關於不明異常現象的閉門聽證進度。第4個訊號源是中國民間社群對於某類無解光球的目擊記錄。把這幾個訊號源的更新節奏記在心裡，當任何一個源頭出現異常加速，那個異常就是預警。第二，從現在開始把家裡的人聚一聚，把朋友圈裡那些你還掛念的老朋友各自發一聲問候。如果這個夏天真的會發生那種足以改寫世界觀的事情，你會發現那一刻你最想撥的電話並不是你的工作搭檔，而是你媽媽。第三，把你心裡那些還在糾結的怨氣盡量放一放。帕克所說的那場集體沉默，據說會持續整整30秒。在那30秒裡，誰心裡還掛着仇恨，誰就會成為那一刻全宇宙最孤獨的人。這聽起來像玄學，但你想想看，當80億人同時抬頭看天的那個瞬間，那個還低頭刷仇恨帖的人跟整個物種就斷開了。真假留給時間驗證，但帕克那句話一直繞在我耳邊，請相信你的眼睛。如果這個夏天，如果真的是7月，你抬頭看見了那個你從來沒看過的東西，請保持鎮定，
請好好記得這個瞬間，因為從那一刻起，世界已經跟昨天不一樣了。在那之前，我建議大家做幾件很簡單的事：把手機裡那些你刷了3年的負面訊息少看一點，把家裡能說話的人聚一聚，把心裡能放下的怨氣放一放，把過去半年積攒的情緒重新整理一次。如果這場慶典真的會來，我們最好的姿勢不是躲在地下室裡刷恐慌帖，而是站在陽台上，仰着頭，眯着眼，迎着那束我們等了很久的光。帕克還說了一句話做結尾，他說預言的最大意義從來不是讓你害怕，而是讓你提前準備好那顆能笑出來的心。當7月26日的夜晚降臨，當那場被多位通靈師同時看見的事件以他自己的方式拉開帷幕，請你記得，今天我們聊到的这一切不是宿命，是邀請。世界正在邀請你去看一场他準備了很久很久的演出，你願不願意去看，由你自己決定。但如果你問我的看法，我只想說一句話：門票免費，位置很好，7月見。